大家好，我是能拿得高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的手指不嫌弃的话，B站的朋友可以先帮我按下关注 ，YouTube 的朋友可以先帮我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8月14日，这就是954终于开始了。第一集我就被 Henry 吓到了，他竟然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，然后他竟然可以说俄文、法文、日文，加上原本的英文跟中文，至少会5国语言，真的是有在夸张的哈。那第2期的时候，他竟然能够跳出这样的 popping。之前我已经讲过刘宪华到底有多少才艺了，那我今天就来讲讲刘宪华的故事吧。刘宪华1989年10月11日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，5岁开始学小提琴，6岁开始学钢琴，而且他曾经向钢琴家朗朗拜师学艺过，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以中学小提琴首席的身份拿下冠军。2005年他开始接触电子小提琴，高中时看到他人表演而开始练习街舞，放学便与朋友在家中地下室练习舞蹈，1年后开始参加 popping 比赛以及表演。虽然他在节目里面说他是第一次 battle，我想他应该是忘了，他可能要多吃一点 DHA 啦。在学校同时担任小提琴社以及街舞社社长。听到这里我就觉得，果然从小就不同凡响啊。他原本想成为小提琴手，但在2006年时借由朋友推荐参加 SM 娱乐公司举办的全球选秀，以第1名的身份入选成为练习生。同时他又录取多伦多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以及小提琴演奏专业，提早从高中毕业。在前往韩国培训之前，先前往多伦多大学修习相关课程。在前往韩国之后，他同时学习中文跟韩文。由于他的学习速度很快，几个月便通过了练习生阶段，还出现在 Super Junior 的歌曲《Don't Don't》中客串出演拉小提琴。首次出场便是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，也开始上综艺节目。不过因为他这种近乎空降的方式出现，导致 Super Junior 的粉丝们认为公司要把他加入 Super Junior 中，成为 Super Junior 的第14位成员。因此 Super Junior 的粉丝们打出了 Only 13的口号，就是为了不让 Henry 进入 Super Junior。太可笑了吧， Henry 进入 Super Junior 是一个多强的战力啊。2008年的时候， SM 公司推出专攻华语圈的新子团 Super Junior M，Henry 成为新子团成员正式出道。当然子团的发展肯定无法与母团相比，所以至2014年间仅发行过3张专辑。然而即使刘宪华没有加入 Super Junior， 只是加入 Super Junior M， 这期间黑粉对于刘宪华的攻击却从来没有停过，整个网络上几乎都是在黑他的，包含说他丑啊之类的。你们有没有眼睛啊？你们自己有多帅哈？2010年 Henry 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中唱了他第一首创作歌曲 Sick of Love， 同年刚好为 Super Junior M 的空白期，没有什么出场机会的他却没有因此怠惰，获得了美国伯克莱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，跟公司申请进修。虽然他后来因为公司的缘故暂时休学回韩国，但他在里头找到了与他一起奋斗的好伙伴，组成名为 Noise Bank 的4人创作团队。除了帮母团与自己的子团写歌之外，到后来甚至帮其他艺人写歌，包含后来的许多广告歌曲。表白更是他所演唱的第一首中文歌。由于他在 Super Junior 的子团中能活动的范畴也非常受限，但他仍然努力不懈地向公司提交自己做的歌曲。在2013年终于获得发行专辑的机会，他还自己设计专辑概念跟造型。2013年5月 SM 娱乐公司正式宣布刘宪华成为公司睽违13年来再次推出的男歌手。6月发布个人迷你专辑 Trap， 同一年甚至担任电影《美味秘方》的男主角。2014年3月29日在 Star King 以钢琴、小提琴与舞蹈的综合表演，反转之前被全网黑的形象，音乐才华引起网友热烈讨论，更被票选为最具好感外国艺人第1名。除此之外 ，Henry 还是一个话題制造机。他在综艺节目《真正的男人》里创造 Next Lies 一点也不知道的流行语。Next Lies 하나도 모르겠습니다。同年并获得2014年 MBC 演艺大赏新人奖。7月他发行第2张迷你专辑 Fantastic， 还接下了 Always Can Tell 首档音乐综艺。2015年他挑战出演韩剧《七头八起巨海拉》。2016年开始他的综艺邀约不断增加。2017年，他加入了中国节目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在节目中常常会秀出他的才华。在柳系列的写真部中创作的歌曲《Girlfriend》更是受到大众喜爱。观众们纷纷投稿到公司，希望公开这首歌。公司当然被逼的必须要出这首歌，不能再挡着刘宪华。6月的时候，官方确定将刘宪华的粉丝命名为 Strings， 也就是琴弦的意思。年末他又靠着《我独自生活》及世界上所有放送2节目拿下2017年 MBC 演艺大赏男子优秀赏。2018年他与 SM 的第一份合约期满，他决定不再续约，决定不再受到公司摆布，他要贯彻自己的道。5月的时候，他前往欧洲街头公演的音乐综艺 Begin Again 2。
开播。那这也是我开始认识到刘宪华的时候。对，我很抱歉，我很晚才认识到刘宪华，但是你们现在立刻给我追起来。他在里面充分展现了过人的音乐天赋。纯音乐的优势就是它可以打破任何一种语言隔阂。2018年11月7日的时候，他与全球经纪公司 Monster Entertainment Group 签下专属合约，成为旗下第一位艺人。Monster Entertainment Group 是中国电影公司星浩影业与美国公司合作，一同创办的全球经纪公司。然后他因为摆脱前经纪公司，他终于可以专心的来处理他最爱的音乐。他甚至与 Far East Movement 合作 Nice Things， 还与 Clean Bandit 合作了一首 Open to More。放开玩就现在。不仅如此，2019年还进军好莱坞拍摄电影《狗狗的旅程》，2020年更参与中国电影《征途》，并且在自己的频道上推出了 Henry Together 系列寻找英才合作，订阅数暴增，也因此登上韩国富比士杂志封面年度影响力 YouTuber、GQ 杂志年度人物。题外话 ，Henry Mo Henry 频道观众取名为 Hanims， 有小太阳之意，因为大太阳就是阳光的 Henry。当然，他除了发行歌曲之外，还帮很多广告写过歌，我最喜欢他的单曲 I Love You， 还有 Radio。那至于他在跳舞方面呢，可以发现他是以 popping 为基础，而且他早期就很喜欢用一些违反人体的动作。这次开场表演也有看到他做一个高难度的动作，没想到他在第2期的时候还能更上一层楼。其中一个动作也是 Let Twins 做过的动作，然后他的编舞方式呢，很像红极一时的 Robot Boys 那种互相操纵对方的编舞方式，加上他确实都有抓到音乐的变化，不愧是超强的音乐人哦。有时候在 battle 的时候会遇到一种人，就是他的舞蹈水平不差，虽然没有到顶级，但是他却能够靠着强烈的音乐感去弥补差距，不是单纯卡音乐，而是连音乐的强弱大小都能用动作表现出来。刘宪华就是这类的舞者，而他的 tutting 也跳得非常熟练，滑步也使用得非常好。电流算是他练得最好的一个强项，也练很多下盘、脚尖的技巧，这是需要很强的脚步肌群的。虽然确实输给张艺兴，但是30几岁的他在演艺圈中算是有很强的舞蹈能力的。那我还是要说，我非常不喜欢饭圈中的不良文化。我记得 Henry 早期上舞台的时候，是全场观众把手机关成黑幕的，不给他打灯表示抗议。这么有才华的人，只因为群众的私欲，就必须不断的遭受攻击吗？好吧，反正你们得逞了。但如果当年他加入了 Super Junior， 他可能也没有现在的创作能量。因为他可能就没办法去进修，无法组成自己的编曲小队，可能也不会加入新公司 Monster Entertainment 走向国际化。所以从目前的结果看来，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，却给他打开了好几扇窗啊。那其实从他在节目中不断秀自己音乐的表现，我就知道他内心一直很想跟大家说，拜托大家看看我的音乐才华吧，所以才会不断的表现，甚至在节目上表演自创曲，逼得公司不得不帮他出歌。那时常看到有人说刘宪华在节目中的表现太油条太爱现，我就反问，当年他以第1名的姿态进入 SM， 却被公司放在一个表演很受限的子团。他在被全网黑的时候，公司没挺他，想要出唱片也找不太到机会。17岁进入演艺圈，就看尽各种不管是公司还是群众的脸色。但他明明是一只鲜艳的凤凰，他只能尽可能的放低姿态在演艺圈生存。他当然只能自己炒热气氛，自己带话题，自己找机会秀出才华，然后想尽办法结交各路英才，才有办法从泥泞中挣脱啊！他根本是演艺圈里面被严重低估的钻石，拥有这么多才华，却必须学会圆润当个小丑。他会至少5国语言，他会小提琴、钢琴，他会编曲，而且还是用各种素材编曲。他在节目中还秀过 beatbox。他能够出演韩文、中文、英文的电影，而且还演得挺好，唱歌也很好听，中英文、韩文都能唱，还会跳舞。这种人你们不喜欢，去喜欢干嘛？好啦，我懂，如果这么强，你们不黑他的话，你们原本喜欢的艺人肯定会输他，对吧？但是这不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啊！你们捧没有实力的偶像，却把刘宪华这种人压在地上打，说得过去吗？说实在的，我真的很佩服他哦。17岁进入演艺圈到现在已经32岁了，有些人已经走红过，有些人已经放弃，但是他却仍然能够努力不懈，即使中间被全网黑成这样，他都没有放弃。他对音乐的热忱绝对是大到可以颠覆整个世界，才足以支撑他到现在。刘宪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热情、足够的毅力，即使全世界都不帮我们，全世界都遗弃我们，我们没有太阳，自己就当太阳，我们依然能够在某一天发出光彩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快去他的频道支持他一下吧，快去当他的 strings 或是小太阳。我是奈奈频道的高，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分享，B 站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，YouTube 的朋友记得打开小铃铛，当当。